为了给闺女凑5万块钱手术费，顶着大雪在夜市摆摊卖了2天2夜的烤红薯。我从乡下带来准备炖汤的那只大公鸡，看我被地痞掀了摊子，当场急眼了。他直接一膀子扇翻了鸡笼，从嘴里吐出一块极品帝王绿翡翠，扔进我怀里，让我去变现。我整个人都呆住了。这块翡翠足足有海碗那么大，绿的能在黑夜里发光。更离奇的是，大公鸡怕我这怂包脾气护不住这块价值连城的宝贝，它居然扑腾着翅膀，在雪地里给我划拉出一套杀气腾腾的36路封魔刀法。我看着雪地里那套凌厉的刀法图案，还没回过神，一辆黑色的路虎揽胜突然急刹在我面前，车门被粗暴的推开。刚刚掀翻我烤红薯摊子的地痞赵彪，大摇大摆的走了下来，跟在他身后的竟然是我结婚5年的老婆王艳。王艳一眼就看到了我怀里死死抱着的帝王绿翡翠，她那双化着浓妆的眼睛瞬间冒出贪婪的绿光，她像一条发疯的饿狼一样扑了过来。李强，你个窝囊废，从哪儿偷来的宝贝？快给我拿过来！她伸手就来抠我怀里的翡翠，我拼命护住石头，眼眶通红。王爷，不能动，这是楠楠的手术费，医院下了最后通牒，再不交钱，楠楠就没命了。啪！王艳毫不犹豫地狠狠扇了我一巴掌，我的嘴角瞬间溢出鲜血。就个屁！一个赔钱的丫头片子，死了就死了。这块石头拿去卖了，刚好够给我弟全款买套大平层。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我死死盯着眼前这个女人。王爷，楠楠是你10月怀胎生下来的亲生骨肉啊！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？王艳满脸嫌恶地啐了一口。少跟我来这套！你个没用的，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，还指望我给你们李家当牛做马？我弟马上就要结婚了，女方要是忠心的大平层，你作为姐夫，把这块石头拿出来孝敬我弟，那是天经地义。我绝望地咆哮，我便是舍了性命，也不会给你。砰！赵彪一脚狠狠踹在我的肚子上，我连人带翡翠滚在冰冷的雪地里。赵彪走上前，厚重的皮靴死死踩住我的脸，用力碾压。你个绿毛龟，还敢跟燕燕顶嘴？老子不妨告诉你，燕燕早就是老子的女人了。这翡翠就当是你孝敬老子的改口费。我屈辱地挣扎着，却被踩得动弹不得。一直站在旁边的大公鸡彻底怒了，它浑身的羽毛瞬间炸开，咯咯哒！它扑腾着翅膀，尖锐的会直奔赵彪的眼睛啄去。哪来的死温鸡？赵彪冷笑一声，抡起手里的金刚棒球棍，砰！一声沉闷的巨响，大公鸡被直接砸飞出10几米远。它重重地砸在墙上，鲜血瞬间染红了白雪。鸡哥！我目眦欲裂，嗓子都喊哑了。王艳趁机从我怀里抢走翡翠，在昂贵的貂皮大衣上擦了擦。彪哥，别理这个废物了，咱们赶紧去把石头卖了，今晚人家在酒店好好伺候你。赵彪淫笑着搂住王艳的腰，算你运气好，今天老子心情尚可，暂且饶了你。路虎车轰鸣着扬长而去，我趴在雪地里，浑身骨头仿佛都碎了。我一点一点拖着残躯爬向大公鸡，鸡哥浑身是血，奄奄一息地倒在血泊中，他的爪子却死死指着雪地上的那套刀法图案。我把鸡哥小心翼翼地塞进破棉袄的内侧口袋，用体温护着他最后一丝气息。我一瘸一拐，在风雪中走了2个小时才赶到医院。刚走到 ICU 病房门口，护士长冷着脸把一张催款单拍在我胸口。李强，你女儿的账户已经欠费2万了，主任说了，再给你最后半小时，交不上钱，马上停药撤呼吸机。我双腿一软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。护士长，求求您宽限我天，我这就去借钱，我卖血也把钱补上。你个穷光蛋，拿什么借？一个极其尖酸刻薄的声音在走廊尽头响起，我抬头看去，丈母娘刘翠花和小舅子王刚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，王刚手里还拿着一杯冒着热气的星巴克咖啡。我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爬过去。妈，刚子，你们来的正好，王爷抢走了那块价值连城的翡翠，你们快给他打电话，让他把钱拿出来救楠楠啊！什么翡翠？我女儿清清白白，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！你自己没本事赚钱，还想往我们老王家泼脏水！王刚走上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我，他突然手腕一翻，滚烫的咖啡直接浇在我的头顶。我惨叫一声，头皮传来撕裂般的剧痛。笑话什么？丧门星！王刚一脚踹在我的肩膀上，把我踹翻在地。我姐说了，那赔钱货就是个无底洞，治不好也别浪费钱了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单子，扔在我脸上。这是遗体器官捐献同意书，你赶紧把字签了。我整个人如坠冰窟，浑身发抖。你们要卖囡囡的器官？刘翠花翻了个白眼，理直气壮地骂道：哼，什么叫卖？说话这么难听，这叫发挥余热，造福社会。医院的人说了，眼角膜和肾脏加起来能补偿10万块钱，刚好够给刚子买辆奔驰 C 级当代步车。你赶紧签字，别耽误我儿子明天去4儿子电提车。我疯了，我彻底疯了！我猛地从地上窜起来，一口死死咬在王刚的大腿上。我杀了你们！王刚痛得嗷嗷直叫。走开！
你这疯子！他抡起拳头，疯狂砸在我的鼻梁上，鼻血喷涌而出，但我死活不松口。几个保安听到动静冲了过来，强行把我按在地上。刘翠花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：“给我打！打死这个不孝的畜生！把他扔出去！别脏了医院的地！”我被几个保安像拖死狗一样拖出大楼去找他。我猛地低头，鸡哥的眼睛半睁着，里面闪烁着一抹极其诡异的幽光。找他，找赵彪！我必须把翡翠要回来，那是楠楠唯一的活路。我拖着被打断了一条腿的身体，在雪地里爬行。半个小时后，我爬到了赵彪的地下赌场。哼！我用尽全身力气撞开了顶楼豪华包厢的大门，包厢内乌烟瘴气。赵彪正坐在真皮沙发上，手里把玩着那块帝王绿翡翠。王艳像条母狗一样跪在地上，谄媚的给他捶着腿。看到浑身是血的我，王艳嫌恶的捂住鼻子。真碍眼！你这讨饭的怎么还没走？我噗一声跪在赵彪面前，额头重重的磕在满是玻璃渣的地板上。大爷，我求求你，把东西还给我吧，哪怕只给我些钱也行。孩子那边等不及了，那是他的命啊！我疯狂地磕头，鲜血糊满了双眼。赵彪嗤笑一声，吐出一口浓浓的雪茄烟圈，还给你。行啊，他指了指墙角的一个不锈钢大盆，那是给他的斗牛犬吃的狗食，里面全是发臭的生肉内脏和泔水。还给你。行啊，你把这盆狗食吃得干干净净，再从老子的裤裆底下爬过去，老子就赏你5万块钱。王艳在一旁兴奋地拍手，举起最新款的苹果手机开始录像。快吃啊，废物！发到短视频平台上肯定能火，标题就叫小王八吃狗屎。为了囡囡，我什么尊严都不要了，我像条真正的野狗一样扑到那个铁盆前，双手抓起恶臭的内脏，大口大口地塞进嘴里，胃里翻江倒海。我强忍着呕吐的冲动，硬生生咽了下去，连汤汁都舔得干干净净。吃完后，我趴在地上，慢慢爬向赵彪张开的双腿。就在我的头即将钻过去的那一瞬间，赵彪猛地夹紧双腿，他手里的雪茄死死按在了我的手背上，滋啦，皮肉烧焦的味道瞬间弥漫整个包厢。我痛得浑身痉挛，却死死咬住嘴唇，不敢发出一声惨叫。哈哈哈，真是一条好狗！赵彪一脚踹在我的下巴上，把我踢飞出去。我强忍着剧痛爬起来，伸出满是鲜血的手：“彪哥，钱给我钱！”赵彪脸色一变，满脸嘲弄：“什么钱？老子什么时候说过给你钱？你个傻逼，还真信啊！”我颤抖着接通电话，护士长焦急的声音像催命符一样传来：“李强家属吗？孩子心跳停了，正在抢，就是你马上过来见最后一面。”手机吧嗒一声掉在地上，我脑子里轰的一声巨响，整个世界都塌了。赵彪在一旁拍着大腿狂笑：“小野种终于死了，燕燕，咱们今晚开瓶82年的拉菲庆祝一下。”王艳冷哼一声，满脸的不屑：“打得好，省得老娘天天看着心烦，这下连火化费都省了，直接让医院把器官摘了拿钱。”我死死盯着这对狗男女，眼眶里流出的不再是眼泪，而是嫣红的血水。我没有发疯，没有咆哮，我只是木然地转过身，拖着残躯往外走。身后传来赵彪嚣张的骂声：“赶紧滚回去给小野种收尸吧，别脏了老子的地盘！”我没有回医院，我回到了城中村那个漏风的破棚子。我要给囡囡拿她最喜欢的那只救不熊，那是她1岁时我在垃圾堆里捡来洗干净的。她说有熊熊陪着就不怕黑了。刚走到巷口，我就看到冲天的火光，赵彪的2个手下正拿着汽油桶把我的棚子点燃。彪哥说了，把这废物的狗窝烧干净，一根毛都不留。火光中，囡囡的那只救不熊正在熊熊燃烧。我的希望，我的底线，我作为人的最后一丝理智，在这一刻被大火彻底烧成了灰烬。我怀里的鸡哥突然剧烈的抽搐起来，他猛地张开嘴，吐出一颗血红色的珠子，珠子化作一道红光，直接飞入我的眉心。轰！36路封魔刀法在我的脑海中瞬间炸开，每一个招式都带着毁天灭地的杀气。我走到旁边的肉摊前，拔出了那把生锈的杀猪刀。放火的小弟转过头，看到了我。哟，废物回来了，正好连你一起扔进去。收！他的话还没说完，我缓缓抬起头，我握着刀的手不再有丝毫颤抖，眼底只剩下无尽的深渊。第一路斩鬼，我轻声开口。唰！一道凄厉的刀光撕裂了风雪，那个小弟脸上的嘲笑瞬间凝固，他甚至没看清我是怎么出手的。吧嗒一声，他那只拿着打火机的右臂齐根断裂，掉在雪地里，鲜血像高压水枪一样飙射而出。我的手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混蛋！我要你付出代价！他倒在地上，发出杀猪般的凄厉惨叫。另一个小弟吓傻了，拔出腰间的弹簧刀朝我捅来。去死吧！我连看都没看他一眼，杀猪刀反手一撩，第2路总断魂。咔嚓！他手里的弹簧刀像饼干一样断成2截，紧接着他的双膝齐齐碎裂，整个人重重的跪倒在我面前。我一脚踩住他的脑袋，声音比这漫天的风雪还要冷。赵彪在哪儿？小弟痛得鼻涕眼泪横流，疯狂磕头。在帝豪夜总会顶楼包厢，强哥，强爷爷，饶命啊！我拔出刀，在破棉袄上擦了擦血迹。你们烧了楠楠的胸。手起刀落，2声惨叫戛然而止。我把鸡哥重新放进大衣内侧的口袋，扯下一块破布，把杀猪刀死死绑在右手掌心。风雪更大，我一步一个血印走向帝豪夜总会。与此同时，我的手机
突然震动了一下，是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。楠楠抢救成功，神秘人已颠覆100万手术费，速来。我看着屏幕上的字，眼眶一热，嘴角扯出一抹狰狞到极点的笑。楠楠活着，那你们就都得死。巨大的轰鸣声惊动了整个夜总会，音乐戛然而止，几十个看场子的打手抄起砍刀和铁棍冲了出来。哪来的疯狗，敢来帝豪闹事？我没有一句废话，迎着黑压压的人群直接杀入。第3路破军，杀猪刀化作一团恐怖的残影，刀锋所过之处，鲜血飞溅，残肢断臂落了一地，没有一招是多余的，没有一个是站着的。我踩着满地粘稠的血水，一步步走上顶楼。砰！顶楼包厢的实木大门被我一刀劈得粉碎。包厢内，赵彪正搂着王艳喝交杯酒，看到浑身是血、宛如杀神降临的我，王艳吓得尖叫一声，她连滚带爬的钻到了大理石茶几底下。赵彪愣了1秒，随即怒极反笑：“你居然没死，还敢单枪匹马杀到老子的地盘来！”他猛地从腰间掏出一把黑漆漆的手枪，死死对准了我的脑袋。功夫再高，也怕菜刀。你刀法再快，能快得过我的子弹？赵彪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，砰！枪声震耳欲聋。王艳在桌子底下兴奋地大喊：“打死他！打死这个不知死活的废物！”我没有躲闪，手腕猛地一翻，杀猪刀的刀身精准无比地挡在了眉心正前方。叮！火花四溅，子弹被生生弹开，深深嵌在旁边的墙壁里。赵彪眼珠子都要凸出来，满脸见鬼的表情。这不可能！我脚下一蹬，整个人如同出膛的炮弹般射出。第4路剔骨。赵彪看着光秃秃喷血的手腕，发出了绝望的哀嚎。王艳被断手砸中，吓得屎尿齐流，她疯狂地往后爬，在地上留下一道黄色的水渍。我走过去，一脚死死踩在赵彪的胸口，肋骨断裂的声音清脆悦耳。我从他怀里掏出了那块帝王绿翡翠，翡翠依旧冰凉，却染上了仇人的血。李强，你不能动我！赵彪一边疯狂吐血，一边嘶吼：“我老板是龙哥，你敢动我，他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的。”是吗？那让他来。话音刚落，包厢外传来一阵极其密集的脚步声，一个穿着黑风衣、气场强大的光头男人，带着上百号黑衣人涌了进来。赵彪仿佛看到了救星，拼命挣扎：“哥，救我！这小子砸了咱们的场子，快开枪打死他！”王艳也连滚带爬地扑向龙哥的皮鞋。我是表哥的女人，快把这个杀人犯抓起来大卸8块！龙哥没有理会他们，他的目光死死盯在我手里的那把生锈的杀猪刀上，确切地说，是盯着我刚才挥刀时留在墙上的那道恐怖刀痕。龙哥浑身剧烈颤抖起来，他一脚踹开碍事的王艳，大步走到我面前，在所有人震惊到麻木的目光中，城南的地下霸主龙哥扑通一声，双膝重重跪地。风魔一出，鬼神皆哭，属下青龙拜见刀主。全场死寂，赵彪连痛都忘了，像个白痴一样看着龙哥。王艳更是直接瘫软在地，不停地扇自己耳光。龙哥，你认错人了吧？他就是个摆地摊卖烤红薯的废物啊！闭嘴！敢辱刀主，死！龙哥拔出匕首，鲜血溅了王艳一脸。他捂着被扎穿的手掌，在地上疯狂打滚，连惨叫都不敢发出太大声。我看着跪在地上的龙哥，眉头微皱。你认识这套刀法？龙哥恭敬地磕了个头，额头贴在血水里。10年前，属下曾有幸见过老主人施展此刀法。老主人留下遗训，能使出封魔刀法的人，就是暗影殿的新主。我听不懂什么暗影殿，我只知道从今往后，没人能再欺负我和囡囡，把这2个垃圾处理掉，别脏了我的眼。我收起杀猪刀，转身往外走。遵命。身后传来赵彪和王艳撕心裂肺的求饶声，很快便被拖了下去。我拿着翡翠去了本市最大的地下黑市，我需要现金，很多现金，给囡囡后续最好的治疗。黑市老板是个镶着大金牙的胖子，看到海卵大的帝王绿，他眼睛都直了。兄弟，这货太烫手，来路不明啊！大金牙皮笑肉不笑的打了个响指，10几个带枪的保镖瞬间将我团团包围。我最多给你500万，或者你把东西留下，我留你一条全尸。我叹了口气，为什么总有人赶着送死？我连刀都没拔，直接一拳轰在旁边半米厚的纯钢保险柜上。轰隆！纯钢保险柜像纸糊的一样，瞬间爆裂，里面的金条和钞票散落一地。爹，祖宗，我瞎了狗眼！大金牙疯狂磕头，把那张镶钻的黑卡举过头顶。这卡里是我的全部诚意，请您一定要过目。这块翡翠您拿回去，我真不敢收啊！我拿过黑卡，冷冷地看着他。你刚才想说什么？大金牙咽了口唾沫，浑身发抖。爷，您这块石头，我认得。这是京城第一豪门林家的传家宝啊！20年前，林家小少爷走失，身上就带着这块石头。我微微一怔，京城林家。我摸了摸怀里的鸡哥，他正睡得香甜。难道鸡哥是从京城来的？我没时间细想，拿上黑卡直奔医院。刚走到 VIP 病房那层，我就听到了极其熟悉的叫骂声。滚开！我是李强的老婆，里面是我亲生女儿。我老公现在有的是钱，你们敢拦我？
我走过去，看到王艳头上缠着厚厚的纱布，正带着丈母娘和小舅子在病房门口撒泼。王刚手里还拿着一根棒球棍，嚣张地指着护士的鼻子：“赶紧把那个小野种交出来！我姐夫可是龙哥的大哥，信不信我砸了你们医院？”我气急反笑，这群吸血鬼消息倒是灵通的很。看到我出现，王艳眼睛一亮，她直接扑过来，死死抱住我的大腿。老公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以前是我不对，请原谅我的自私。你看，我为了保护楠楠，都被赵彪打伤了。他指着头上的纱布，哭得梨花带雨，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。爸爸，楠楠躺在病床上，脸色苍白的像纸一样。看到楠楠，王艳像疯狗一样冲进病房，他一把拔掉楠楠手上的输液管，把楠楠死死勒在怀里。老公，你看咱们一家三口终于团聚了，你快把那张5亿的黑卡交给我保管，我保证以后好好跟你过日子，给你生个大胖小子。楠楠痛得大哭起来，坏女人，放开我！爸爸救命！我眼中的杀气瞬间爆裂，放开他！我的声音仿佛来自九幽地狱。刘翠花双手叉腰，嚣张地挡在王艳面前。李强，你什么态度？燕燕是你合法的老婆，管你要点钱怎么了？赶紧把钱拿出来，再给刚子买套独栋别墅。这事就算翻篇了。王刚也举起棒球棍，满脸横肉。姐夫，识相点，别逼我动手，我没有废话。龙哥一直在暗中保护的龙哥带着人，如同鬼魅般出现在走廊。刀主，把他的腿一寸一寸敲碎。我指着王刚，是。几个壮汉冲上去，死死按住王刚。龙哥抡起金刚打造的铁棍，狠狠砸下，咔嚓咔嚓。阿姐，妈，救我！王刚的惨叫声响彻整个楼层。刘翠花吓得白眼一翻，直接晕死在地上。王艳彻底疯了，她不知道从哪掏出一把锋利的匕首，直接抵在楠楠的脖子上。李强，你敢动我弟，把黑卡扔过来，不然我割断这个小野种的喉咙。匕首划破了楠楠娇嫩的皮肤，渗出了一丝刺眼的血迹。我的心脏瞬间停止了跳动，咯咯哒。这声音穿金裂石，带着不可一世的威压。一道五彩斑斓的残影从敞开的窗户如同闪电般射入，是大公鸡。他不仅没死，体型足足大了一圈，浑身的羽毛闪烁着金属般耀眼的光泽。什么鬼东西？王艳还没反应过来，大公鸡一爪子狠狠抓在王艳的脸上，啊！我的眼睛！王艳惨叫着松开手，匕首当啷一声掉在地上，她的左眼被直接啄瞎，鲜血狂飙。我如同猎豹般扑上前，一把将楠楠抢回怀里，同时转身一脚正中王艳的胸口，咔嚓，肋骨断裂的声音清晰可闻。王艳像个破麻袋一样飞出去，重重砸在墙上，狂吐鲜血，把她送去巡捕房。我冷冷地看着地上的王艳，告诉里面的人，我要他把牢底坐穿。龙哥恭敬低头，明白，我会让他在里面生不如死。王艳绝望地伸出手，满脸是血，老公，我错了，求求你！我捂住楠楠的眼睛，连看都没再看她一眼。病房里终于安静下来，我紧紧抱着失而复得的女儿，眼泪无声地落下。大公鸡飞到床头柜上，高傲地扬起脖子，像个打了胜仗的将军。就在这时，医院楼下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引擎轰鸣声。我走到窗前，只见几十辆挂着京城军区牌照的黑色红旗轿车将医院大楼团团包围。最中间的那辆车门打开，一个满头银发不怒自威的老者拄着龙头拐杖走下车。他抬起头，目光精准地锁定了我的病房。走廊里传来整齐划一的军靴踏地声，上百名荷枪实弹的特卫将病房层层封锁。银发老者在众人的簇拥下走进病房，他看到我的一瞬间，浑身剧烈颤抖，老泪纵横，太像了，简直和我那苦命的儿子一模一样。老者大步上前，一把死死抓住我的手，孩子，我是你爷爷，20年了，林家终于找到你了。我愣在原地，大脑一片空白。老者指着我怀里的大公鸡，激动的声音发颤，这是林家的护族神兽，七彩灵凤，只有拥有林家嫡系血脉的人才能唤醒它。原来交手术费的神秘人就是他。原来我不是什么乡下穷小子，我是京城第一豪门的唯一继承人。老者拿出一份厚厚的文件，强子，跟我回京城吧，林家万亿家产，暗影殿10万部众，全都是你的。我看着老者期待的眼神，又看了看怀里熟睡的楠楠和旁边昂首挺胸的鸡哥，我轻轻摇了摇头，老爷子，谢谢您救了楠楠，但我叫李强，只是个卖烤红薯的父亲，豪门的明争暗斗我不感兴趣。老者愣住了，随即释然的放声大笑，好骨气，不愧是我林家的主。既然你不愿回去，爷爷也不勉强，但这万亿资产你必须收下，就当是爷爷给楠楠的嫁妆。1个月后，市中心最顶级的半山别墅里，我穿着围裙，把一盘热腾腾的烤红薯端上桌。楠楠穿着漂亮的公主裙，在草坪上追着大公鸡疯跑。鸡哥，你教我的第36路刀法我学会了。大公鸡扑腾着翅膀，一脸傲娇。我看着这一幕，笑着眯起了眼睛，这才是我要的天下。日子过得很快，转眼间春暖花开，半山别墅后面的那片荒地被我开垦出来，种上了红薯。楠楠出院后，身体恢复得很快，她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搬个小马扎坐在田埂上，看我翻地骑拢插秧。大公鸡现在楠楠管他叫鸡哥大将军，总是趾高气扬地跟在他身后，像个尽职尽责的侍卫长。爸爸，咱们为什么要种这么多红薯呀？楠楠歪着小脑袋问。你不是有好多个亿了吗？我放下锄头擦了擦汗，笑着走过去把他抱起来。楠楠啊，钱是钱，日子是日子。爸爸以前摆摊卖烤红薯，虽然赚得少，但看着那些放学的小孩捧着热乎乎的红薯，咬一口，哈着白气说真甜，爸爸就觉得特别踏实。楠楠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然后用小手指着远处，爸爸有人来了。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一辆黑色的劳斯莱斯正沿着盘山公路缓缓驶来，后面跟着3辆军用吉普。鸡哥突然
然炸了毛，咯咯哒的叫了起来，声音里带着3分警惕，7分怎么说呢，像是晚辈见了长辈那种复杂的情绪。我眯起眼睛，该来的还是来了。车队在别墅门口停下，头车上走下来的是我那位自称爷爷的林家老太爷林振东。2个月不见，老爷子精神矍铄，拄着那根龙头拐杖，步子迈得虎虎生风。但今天的主角显然不是他。第2辆车的车门打开，走下来一个穿着月白色旗袍的女人，她看起来30出头，眉眼如画，气质清冷，手里捏着一串沉香木佛珠。她站在车旁，没有立刻走过来，而是定定地看着我，目光复杂的像是装下了整个沧海桑田。囡囡在我怀里小声说：“爸爸，那个阿姨在哭呢。”我这才注意到，那个女人的眼眶确实红了。林振东走到我面前，叹了口气：“强子，这是你妈。”我愣住了，我妈？我从小在福利院长大，后来被乡下的一对老夫妇收养，他们告诉我，我是被人放在福利院门口的，身上只有一块破布，别的什么都没有。我知道你一时难以接受。林振东说：“但你妈她找了你整整20年。”那个女人终于走了过来，她走得很慢，每一步都像是踩在刀尖上。走到我面前3尺的地方，她停住了，嘴唇颤抖着，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倒是囡囡打破了沉默：“奶奶好。”那女人浑身一震，眼泪终于夺眶而出。那天下午，我听到了一个很长的故事。20年前，林家内部发生了一场巨变。我的父亲林家的嫡长子，因为反对家族与某个境外势力合作，被人在暗算。他临死前让我的母亲带着刚满周岁的我逃走。母亲抱着我，在中仆的保护下一路逃亡，追兵紧追不舍，眼看就要被追上。那位中仆，也就是后来我在夜市上遇到的那只大公鸡的主人，提出了一个主意：“夫人，把小少爷交给我，我带着他往东走，引开追兵；您往西走，回娘家搬救兵。”母亲犹豫了很久，最终还是含泪把我交给了他。等我，最多3天，我一定带人去找你们。可是这一别就是20年。中仆带着我躲进了深山，辗转流落到乡下。他不敢暴露身份，就把我寄养在一户农家，自己伪装成普通的养鸡人，暗中守护着我。而母亲那边，她逃回娘家后，却发现娘家也已被对手渗透，她被人软禁起来，整整10年不得自由。等她终于脱困，再派人去找我们时，早已物是人非，线索全断。那块帝王绿翡翠是我亲手系在你襁褓上的。母亲的声音沙哑：“那是林家的传家宝，也是我们母子的信物。”我沉默了很久，然后我问：“那个中仆呢？他现在在哪？”母亲的眼神暗淡下去：“他在3年前走了，他用自己的命换了你20年的平安。”我突然想起那个总是在我摆摊时远远看着我的佝偻身影，那个每年冬天都会悄悄在我门口放一只杀好的鸡的老人。原来他一直在，而我从未认出他。母亲没有逼我回京城，她在半山别墅住了下来，说是想多陪陪囡囡。囡囡很喜欢这个奶奶，因为奶奶会讲很多故事，还会教她画画、写字、弹钢琴。母亲的身体并不好，20年来的忧思郁结，加上被软禁时落下的病根，让她的身子骨比看起来要虚弱得多。有一天晚上，我起来给囡囡盖被子，路过母亲房间时，听到里面传来压抑的咳嗽声。我推门进去，母亲正坐在床边，手里捏着那张我小时候的照片，咳得直不起腰。床头柜上的白手帕上有一滩触目惊心的血。妈！我第一次喊出这个字。母亲抬起头，眼里带着难以置信的惊喜，还有泪光。强子，你叫我什么？我走过去，轻轻拍着她的背。别说话，我送您去医院。母亲拉住我的手，摇摇头，不用，老毛病了，能看到你看到囡囡，妈就是死也瞑目了。那一晚，我坐在母亲床边，听她讲了很多关于父亲的事。父亲是个很温和的人，但骨子里却倔强得很。他不同意家族与境外势力合作，因为那会危害到国家的利益。家族里的长辈轮番来劝，说林家世代经商，何必管那些闲事。父亲却说，国若不国，家又何以为家？你爸爸临终前说，他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没能看着你长大。母亲的声音越来越轻，她说，如果将来你长大了，不要你大富大贵，也不要你报仇雪恨，只希望你做个堂堂正正的人，过平平淡淡的日子。我看着窗外的月光，久久无言。1个月后，母亲走了，她走得很安详。最后的日子里，有儿子陪着，有孙女喊着奶奶，她脸上的笑容比过去20年加起来都多。出殡那天来了很多人，林家的人，母亲娘家的人，还有那位城南龙哥，带着上百号黑衣人来送行。他们整整齐齐地跪在灵堂外，磕了3个头，然后悄无声息地退去。囡囡问我，爸爸，太奶奶去哪了？我说，太奶奶去找太爷爷了。他们会在天上看着我们吗？会的。那他们能看到我种的向日葵开花了吗？我愣了一下，你种向日葵了？囡囡点点头，拉着我往后院跑。在后院的一个角落里，果然长着一株向日葵，刚开花，嫩黄嫩黄的，正对着太阳。这是奶奶教我的。囡囡说，奶奶说，向日葵的花语是沉默的爱。我的眼眶突然有些发热。母亲来的时候什么都没说，但她用她的方式悄悄地爱着我们，爱着这个她刚刚认回的儿子，爱着她从未见过的孙女。转眼到了秋天，红薯该收了，我带着囡囡下地挖红薯，鸡哥在旁边帮忙，用爪子刨土，居然刨得比我还快。爸爸，咱们今年收了这么多红薯，怎么办呀？我看着那堆成小山的红薯，突然有了个主意。囡囡，咱们去摆摊吧。囡囡的眼睛亮了起来。真的吗？像以前那样？对，像以前那样。我特意开着那辆劳斯莱斯去夜市，当然停在很远的地方，然后换了一辆3轮车，拉着红薯和烤炉，带着囡囡和鸡哥去了那个熟悉的夜市街口，还是那个位置，还是那个烤炉，还是那股熟悉的红薯香。夜市的管理员换了人，新来的小伙子不认识我，走过来要收摊位费。我正准备掏钱，旁边一个卖糖葫芦的老大爷突然站了起来。小李，是小李吗？
吗？我转头一看，愣住了，是当年在我旁边卖糖葫芦的刘大爷。那时候我摆摊，他就在我旁边。冬天冷的时候，我们经常凑在一起烤火，聊些有的没的。刘大爷，您怎么还在？刘大爷眼圈红了，你这孩子一走就是大半年，我还以为。他说不下去了，我扶他坐下，给他递了个刚烤好的红薯。刘大爷捧着红薯，絮絮叨叨的讲着这大半年的变化，谁家的儿子结婚了，谁家的老太太走了，哪个摊位换了人，哪个路口装了摄像头。讲着讲着，他突然压低声音说：“小李，你知道不？那个赵彪进去了。”我点点头，知道，判了20年。刘大爷啧啧称奇，还有他那个姘头叫什么燕的，听说也进去了，判得更重。还有他那个弟弟，也不知道得罪了谁，腿让人打断了，现在还在医院躺着。我没说话。刘大爷又说：“大家都在转，说是得罪了大人物，要我说啊，这就叫恶有恶报。”我笑了笑，给红薯翻了个面，生意还不错。楠楠坐在我旁边，奶声奶气的吆喝：“烤红薯喽，又香又甜的烤红薯。”鸡哥蹲在烤炉边上，昂着头，一副我是镇店神兽的架势。来买红薯的人络绎不绝，有放学的小孩，有下班的打工仔，有散步的老人，还有手牵手的小情侣。一个穿着校服的小男孩跑过来，递给我一张皱巴巴的5块钱：“叔叔，我要一个红薯，要最大的。”我挑了个最大的给他。小男孩接过去，烫得直吹气，却舍不得放下，一边吹一边往人群里跑：“小明，慢点跑！”一个女人的声音传来，我抬头看去，是一个穿着朴素的年轻女人，手里提着菜，正冲那个小男孩招手。小男孩跑过去，把红薯举得高高的：“妈，你吃，你每天加班那么晚，肯定饿了。”那女人愣住了，蹲下来摸了摸小男孩的头：“傻孩子，妈不饿，你吃。”“不，你吃，我吃过了，在学校吃的。”我远远地看着这一幕，心里突然涌起一股暖流。刘大爷在旁边感叹：“这孩子懂事啊。”我点点头，把烤炉上的红薯又翻了一遍。收摊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，楠楠困得东倒西歪，趴在我怀里睡着了。我把她裹得严严实实的，抱着往停车的地方走。鸡哥跟在我脚边，亦步亦趋。路过一个街角的时候，我突然停下了脚步，那里蹲着一个人，是个老头，头发花白，穿着一件破旧的棉袄，面前摆着一个破碗，碗里零星的躺着几枚硬币。他佝偻着背，瑟瑟发抖。我看了他一眼，然后我转身从3轮车上拿下2个刚出炉的红薯，走过去蹲下，放在他的碗边。“大爷，天冷，吃点热乎的。”老头抬起头，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。“谢谢。”我站起身准备离开，就在这时，我听到身后传来一声极其轻微的咯咯，我愣住了，那个声音太熟悉了。我猛地回头，老头正低着头包着红薯，看起来和其他流浪汉没什么两样，但鸡哥却炸了毛。他死死地盯着那个老头，浑身的羽毛都竖了起来，喉咙里发出一种我从未听过的充满了复杂情绪的声音，那是惊愕、难以置信，还有如沐。我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，那个中仆，那个用生命守护了我20年的人，那个3年前已经走了的人，他没死。我慢慢走回去，在老头面前蹲下，他没有抬头，只是专心地包着红薯，手在微微颤抖。“大爷，我说红薯好吃吗？”他点点头，没有说话。我认识一个人，我说他也很喜欢吃红薯，每年冬天他都会在我门口放一只杀好的鸡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他养多了，吃不完。老头的手顿了一下，后来我才知道，他不是养多了，他只是想让我和闺女能吃上一口肉。老头依然低着头，但我看到他的手抖得更厉害了。他守护了我20年，却从来没有告诉过我，他让我叫他老吴头，让我以为他只是个普通的乡下老头，可他不是，他是林家的中仆，是我父亲的兄弟，是我的。我的声音哽住了。老头终于抬起头，月光下，他的脸上满是皱纹，但那双眼睛却亮得惊人。“小少爷。”他开口，声音沙哑：“你不该认出我的。”我愣住了。“你真的？”夫人说的没错，3年前我确实走了。老吴头苦笑了一下：“但我放不下你了，我放心不下你，放心不下小小姐，所以我没走远，就躲在暗处看着你们，守着你们。那场大雪，那个夜晚，我猛地想起那个改变一切的夜晚，你就在附近。”老吴头点点头：“我看到你被欺负，看到你被打，看到你。”他顿了顿，浑浊的眼里闪过一丝痛楚，我差点就忍不住冲出去了，但我不能，我这条老命留着还有用？什么用？老吴头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看向鸡哥。鸡哥正站在他面前，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他，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咕咕声。老吴头伸出手，鸡哥犹豫了一下，终于跳上他的膝盖，用脑袋蹭了蹭他的手心。林凤认主，一生只认一人。老吴头轻声说：“他认了你，就是你的，但他是我从小养大的。”我突然明白了什么，这些年是你让他跟着我的。老吴头点点头：“我把他留在你身边，一来是保护你，二来他看向我，目光复杂，二来他是你回家的路。”那天晚上，我把老吴头带回了半山别墅，他一开始不肯，说自己是下人，不能登堂入室。我说：“你不是下人，你是我恩人，是我父亲的兄弟，是我第2个父亲。”老吴头哭了，那个在风雪中守护了我20年的老人，第一次在我面前哭得像个孩子。楠楠第2天醒来，看到家里多了个白胡子老爷爷，好奇得不得了。他围着老吴头转了好几圈，然后突然跑回房间，抱出一个自己叠的纸飞机：“老爷爷，送你。”老吴头受宠若惊，双手接过来，小心翼翼地捧着，像捧着什么稀世珍宝。“小小姐，这太贵重了。”楠楠眨巴着眼睛：“不贵重呀，就是纸叠的。”老吴头摇头：“对小小姐来说是纸，对老奴来说是心意。”我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幕，心里涌起一股暖流，这大概就是家的感觉吧。日子就这样平静地流淌着。老吴头在别墅住了下来，每天帮我刺弄红薯地，偶尔教楠楠认几个字，他不肯闲着，说闲下来浑身难受。我拗不过他，就随他去了。鸡哥也变了，以前他
他总是一副我最牛的样子，现在却经常蹲在老吴头脚边，像只普通的家鸡一样咕咕咕的叫着讨吃的。有一天，我问老吴头：“你当年是怎么得到那只鸡的？”老吴头沉默了一会儿，说是老主人给的。我父亲。老吴头点点头。老主人临死前把灵凤蛋交给我，说如果小少爷有难，就把蛋放在他身边，灵凤自会破壳认主。后来你确实有难了，我就照做了。我想起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，想起那只从鸡笼里飞出来的大公鸡，想起他一膀子扇翻鸡笼，吐出那块帝王绿翡翠的场景。原来一切都是安排好的。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我问。老吴头笑了：“小少爷，有些路得自己走，老奴可以为你铺路，但不能替你走路。”我沉默了很久，然后我说：“谢谢你。”老吴头摆摆手：“不用谢，老奴这条命是老主人救的，还给他儿子，天经地义。”又过了1个月，这天我正在红薯地里忙活，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，是龙哥打来的。刀主，有件事得跟您汇报一下，说王艳死了。我愣了一下，怎么死的？狱里传来的消息，他进去之后一直不太安分，总想找关系减刑，结果得罪了里面的大姐头，被人失手打死了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赵彪呢？他还活着，但生不如死。里面的人知道他是得罪了刀主进来了，每天都有人照顾他，他求过好几次饶，说自己愿意把命赔给小小姐。但什么？龙哥苦笑了一下，但他说他最想赔罪的是烧掉的那只布熊。他说他不知道那个熊是给小小姐的，如果知道，他绝对不会动。我挂断了电话。布熊，那只在火中燃烧的旧布熊，那是囡囡最喜欢的东西，是她1岁时我在垃圾堆里捡来的。他给它取名叫熊熊，每天晚上都要抱着它睡觉。那天晚上，熊熊被烧成了灰烬。我站在红薯地里，看着远处正在和老吴头玩耍的囡囡，久久无言。晚上，我给囡囡讲完睡前故事，正准备离开，他突然拉住我的手：“爸爸，我有件事想告诉你。”“什么事？”囡囡从被窝里钻出来，从枕头底下拿出一个东西，是一只布熊，崭新的，但样子和原来那只一模一样。这时我愣住了，是太奶奶给我做的。囡囡说，她来咱们家的时候问过我熊熊长什么样，我说了，她就给我做了一只新的。她说，原来的熊熊去天上陪太爷爷了，这只新的会替熊熊陪着我。我接过那只布熊，仔细端详，针脚细密，做工精致，每一处细节都和原来那只一模一样。母亲来的时候什么都没说，但她默默地做了这件事，在她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里，亲手给孙女缝了一只布熊。我抱着那只布熊，眼眶有些发热。爸爸，你怎么哭了？我擦擦眼睛，笑着说，没事。爸爸是高兴。高兴什么？高兴囡囡有这么好的太奶奶，有这么好的家。又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，我推着3轮车，带着囡囡和鸡哥去了那个熟悉的夜市，还是那个位置，还是那个烤炉，还是那股熟悉的红薯香。刘大爷还在，看到我来，笑着打招呼：“小李又来了，来了，今天生意肯定好。这么冷的天，都想吃口热乎的。”我笑了笑，开始生火。囡囡坐在我旁边，裹得像个棉花球，只露出2只眼睛。她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，突然问：“爸爸，咱们以后还会在这里摆摊吗？”“会啊，摆一辈子吗？”我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只要囡囡想吃爸爸烤的红薯，爸爸就摆。囡囡高兴地点点头，那我吃一辈子。鸡哥在旁边咯咯叫了2声，似乎在说我也吃一辈子。雪花纷纷扬扬地落下，落在烤炉上，发出滋滋的声响。红薯的香气在雪夜里飘散，引来一个又一个裹着寒气的人。我抬头看了看夜空，雪很大，但很温柔。远处万家灯火，我突然想起母亲说过的话，希望你做个堂堂正正的人，过平平淡淡的日子。现在我做到了，风雪夜归人，归处即是家。